舞会，买衣服去了。啊，你就非要跟着我出来吗？我不放心，如果别人都看你怎么办？这俩人走在大街上也太招摇了，我可不想在假期的时候还遇到同事，尤其还是约会的人。舞会上会来数不清的变态，你也不用这么夸大其词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得穿得低调一点。你们走在这里就已经很高调了，好吧？我亲了队长。什么？万一在浴室晕倒怎么办？不行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啊，这是舞会的名单，似乎是会来不寻常的宾客呢。看啊，是乔治亚娜公主，圣亚里斯皇室最受宠爱的公主。如果她想要天上的星星，索尔特公爵都会为她摘下来。尤娜呢？她跑到人多的那边了。喂，你听说了吗？这次舞会里好像邀请了黑泽尔波尔金公爵。那不是上次在城堡里那个，还是和之前一样自大。听说他曾经徒手拧断人的脖子，还有人见过他越传越离谱了。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某位贵族吊死的家里，听说是自尽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6米高的房梁，还被人用鲜血写的字。出现那样的事儿，说不定和那个可怕的人有关。毕竟很多年前发生过那样的事儿。得了吧，某些方面黑泽尔说这些人的话也没错。说到这个，还以为他会来呢。开场舞结束了，我有幸见过公主，不知道公主是否还记得？公主，请和我跳支舞吧，我来自维尔利家族。请公主赏脸和我跳舞吧。我不会跳这首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请让一让。公主殿下，我衷心的为黑羽的到来感到高兴。能前来为您庆祝生辰，是我们无上的荣幸。我能邀请您跳支舞吗，加兰先生？没想到你真的来了，你还是和我印象中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公主殿下倒是变了不少呢，没想到会找我跳舞。更漂亮了吗？感受到那些被拒绝者的视线了。对不起，你没有舞会的通行证，您不能。请进吧，先生。公主特意嘱咐过，那个人可能是黑泽尔博尔金大人。舞会上一个漂亮的长发男人，又喝了酒在四处耍酒疯呢。加兰，他先是在舞会上讲冷笑话，然后四处借别人的帽子戴，后来还跑到喷泉里游泳。你说的是后花园的喷泉？没错。我还以为我要被呛死了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。遇到一个疯子。天怎么黑了？人呢？黑羽的队长很忙啊。尤娜，你怎么不去玩了？当然是来看着你。上次的事怎么样？喂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对我提出的意见不满意吗？虽然邀请你参加了舞会，然后就没有理过你了？是啊，我想我或许是被讨厌了。青青居然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我看是需要下点猛药。你要这样那样。什么？尤娜？啊，那不是黑泽尔先生吗？真是吓死人了！他的怒火好像要实体化了。那个方向是……时隔这么多年，没想到我们还能在露台这样轻松的聊天。本来以为会是场无聊的舞会呢。这是我的荣幸，公主殿下。你用不着这么拘束。能够亲眼见证曾经救过的人过得很好，这是黑羽存在的意义，也是我来舞会的原因。说起来，最近的确遇到一些让人烦恼的事。哎呀，嘿，好久不见呀，哥哥，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舞会，我感到很荣幸。真是抱歉，打扰了你们的聊天。你会留下来吃晚宴吗？赛琪他们也好久没看见你了。我还有事，就不多做打搅了。这样啊，难得的一次见面就这么走了，真是可惜。怎么当着别人面就……愉快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。我是来带走我的人的，回见。喂，才这么一会儿就闻着味儿找来了。不是不认识公主吗？怎么回事？你是不知道，
那是个多恶劣的家伙，仗着自己有一副天真的外表，被人宠爱，只要他看上的东西就必须得到。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。那就送给公主殿下吧。蝴蝶飞走了，那是因为蝴蝶长了翅膀呀，公主殿下。这样就不会飞走了。啊，这么一看，和普通的虫子没什么区别了，去扔掉吧。后来，他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蔓延到了同类的身上。乔治亚娜为了满足他的癖好，建了一个庄园，专门放他抢夺的东西。你是不是多多少少带了夸张的成分？如果这是真的，皇室的精神状态难道是家族遗传？你不就喜欢我这样的吗，加兰大人？说完这些无聊的事，该补偿我了。什么前言不搭后语的话？你的最终目的就是这个吗？哼，我都不知道加兰大人那么擅长跳舞。大家都在讨论你和乔治亚娜刚才那只华尔兹呢，怎么就不和我跳呢？我有原来是生气了一曲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不怎么擅长跳舞。你有听说过那个吗？什么？跳舞要像没人看你似的，想象你是一只平底小船，风平浪静之际，你就通过两桨在水波之中滑行，你随着水波上升或者下降。但愿我是个好舞伴。那不是和公主跳舞的人吗？他是在和谁跳？是两个男。他们两个好配啊！副队在和黑泽尔先生跳舞，这也太肆无忌惮了吧！你怎么临时改变主意过来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这是舞会的名单，似乎是会来不寻常的宾客呢。名单里有个叫兰卡斯特的人，他是传说中圣亚里斯的珍宝，拥有预言能力的人。预言家？他是传言中可以预见未来的人，很多人找到他，希望得到神的启示。某次，他帮某个国家的国王预言了即将到来的灾祸，却被赶了出去。从此之后，他游历于各个国家，不问世事。之后，几乎再没有人见过他了。不知道长什么样，那怎么找？他有一双特别的眼睛，一只瞳孔如同木叶黑暗，另外一只瞳孔则是亮如白昼。那你找到了吗？和你说了也没用，因为今晚你忙着和公主跳舞呢。你踩我？我又没学过跳女步，真是抱歉啊！不满意就去找别人啊。哎，怎么突然就不跳了？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你，怎么又？你生气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太单一了一点？这可是舞会，万一被人发现了是什么后果？既然这样，我们可不能被人发现啊！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开玩笑？需要酒水或者甜点吗，先生？快回答他呀，加兰大人。不，什么都不需要。是，如果有需要，就在前面的桌子上。别紧张，他已经走了。现在是我们私人教学时间。啥？你打算在帘子后面练习舞步？我们要学到你不会踩到我的脚为止，就像这样转个圈，然后回头，不要拒绝你的舞伴热烈的吻。你当我是弱智吗？说真的，我第一次觉得古典宫廷舞很有品味。有烦人的家伙出现了。我觉得香槟就要搭配鹅肝酱，和甜品好像是强行配对。你们好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们是跟着旧时的贵族进来的，你们知道的，我们当了很久的通缉犯，其实来舞会是很冒险的做法。加兰先生呢？他们刚才去跳舞了，可能一会儿会过来。那么之前那个，我听副队说他改名为萨迪了，而且还长高了，有没有超过我呢？哦，他就在这里啊，来啊！什么？虽然长这么高了，却还和之前一样害羞。你们打算留在这里吗？好像一个大型犬粘在身上。旅行一段时间就回去。又是影子，逃走了。不用费那个力气，它可以钻入任何物品的影子之中，即使抓到它，也不会对操纵它的本体造成任何伤害。又是这种黑色的东西。它们一直觊觎你的心脏，一直在你周围出现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你把手套给尤娜，然后让他们注意一下附近的情况。我要在这周围搜寻一下恶魔的踪迹。你怎么还不去，下属？你这是什么馊主意？你这不就等于把一块肉塞到别人嘴里？要去追他们，也该是我来吧。你要是实在想我，再出来找我不就行了？你想得美。没有感受到附近有恶魔的气息，看来是暂时走掉了。又是你没事在草丛里爬？这是亲近大自然的一种方式，先生。事实上是他有一双特别的眼睛，一只瞳孔如同木叶黑暗，另外一只瞳孔则是亮如白昼。你是预言家兰卡斯特？哦，是你啊！看来你没有醉得很彻底啊，醉汉先生。要找这样的人预言，我看我是疯了吧？等等，请拿好这个，喝下它就能看到2天之内发生的事。不久之后，你一定会用到它的。派上用场之后，你就会着急的找我，到那个时候，我就会如天神一般降临。我看我还是走吧。得，这是互惠的交易。未来的某天，我也需要你的帮助，事关你情深眷恋之人，你要为他考虑清楚。什么？乔治亚娜让你过去找他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你当时冲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，我们什么都来不及说。你往右挪挪。难道你还想和他交流感情吗？呀，好大的风！露台好冷啊，加兰先生。冷？给你我的外套，公主。不是这样的，加兰先生，我只要你抱紧我。你在想什么呢？而且我为什么是个杯子啊？不要去玩弄我的夜宵。他到底和你说了什么？当时啊，最近的确遇到一些让人烦恼的事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得到了一本书。从那天之后，开始发生奇怪的事情。什么得到一本书？我看根本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抢的吧。喂，这根本不是重点吧？希望你别忘了你的承诺，加兰大人。你需要一个镜子来看看你笑得多吓人。这个我帮你穿，还是自己穿？你就不能做点正常的事吗？这种东西不该出现在做饭的时候吗？这倒也没错，不过我现在就想吃。美味佳肴就在眼前啊！我们黑羽的加兰大人一定会信守承诺吧？那我还是去当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吧。晚了。这件衣服很适合你，不会是气哭了吧？感觉比光着身子还让人害羞。感觉很好吧？加兰大人总是口是心非呢。不过美味就要去餐桌去享用。你打算和鸵鸟一样，一直把头埋起来吗？烦死了！一起享用这个蛋糕吧。够了！等等，再后退就要摔到地上去了。我自己来。好啊，如果你想的话，请随意。放松。好了吗？我来帮你吧。不，都说了，我自己来。你这样让我怎么等下去？慢点，你什么时候停下？说好的让我来呢？进门的路修得这么长，恨不得把花园绕一圈，就和他本人一样浮夸。
既然这么困，就回去算了。还不是因为你这几天……什么呀？没事吧？我给你揉揉。走开！打扰了，已经到了，先生们。欢迎两位。您好，公主殿下，黑羽接到了您的委托，今天前来拜访。不过我隐约记得，我只邀请了一位贵客呢。是我和公爵大人说了这件事，他也想过来看看呢，或许撒谎好能帮上什么熟练啊。两位还真是关系匪浅呢，带两位去画室吧。请跟我来，尊贵的大人们。我们是来工作的，你可别带什么情绪。当然不会，我是不会记得你和他一起牵手跳华尔兹这件事的。在那之后立刻就和你跳舞，还唠唠叨叨的嘛，没完没了，烦死了。我看信函上写的并不清楚，请详细描述一下您发生的事吧，公主殿下。你好像比上次见面憔悴了一些，加兰先生，最近是没休息好吗？他很好，比起这个，你还是直接回答问题比较好。怎么说呢？那是一段神奇的经历。打开它。是殿下。这本书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，是我前不久从一个收藏家手中获得的。我是被封面的漂亮织金图案吸引的。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？只有序章，并没有内容。能看出什么吗？什么都看不到，你最好先别碰。那是一个平常的夜晚，我即将就寝的时候，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公主殿下。谁？去看看。我想叫侍卫，却被楼梯尽头的鞋子吸引了目光。殿下，神是鬼差的，我穿上了它。我们尽情地跳舞，一支接着一支。我的余光瞥见了我的2个仆人，他们也在这里。我沉浸在无际的欢乐之中，他们好像对我说了什么，但我无暇留意，精疲力尽，直到鞋子磨坏才停下。第2天醒来，还以为是梦呢，直到我看到床下破掉的鞋子，我正想伸手拿，它发出哗哗哗声，就那样凭空消失了。那些你跳舞的女仆在哪里？我想从她们那儿再获取一些那天晚上的见闻。她们呀，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们。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3次，每次都是舞鞋出现。我穿过一片金子般的树林，愉快地起舞，直至天明。紧接着，仆人们一批一批地消失了，每次都是这样。然后书上就会多出一些字，像是在记录我梦中的经历。内容会发生变化。公主殿下，你是从哪位收藏家手里买到的？在爱索门街，一个绰号叫地鼠的人。我还是看一下这本书吧。我来。我怀疑乔治亚娜的真实目的，如果他的目标是你呢？得了吧，我又不是什么万人迷。他一定是想对你这样，然后再那样。可恶！那根本就是你在想的事吧？你好，去爱索门街，怀疑的话去看看不就好了？发什么呆？要我扶你上车吗？怎么？你最近好主动啊，加兰大人。先生，别理他，请走吧。这么破败的街道，人员又杂乱。是啊，那位文雅的公主常常光顾这里。122号，我们到了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里还卖钓竿？钓线是马鬃做的，鱼竿上的标牌是已经停产的牌子。这个钓竿有一定年代了。什么？现在是该办正事的时候。老板，橱窗里的鱼竿打包送到布里街。我都说了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你好，请问是地鼠先生吗？我们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这里。我对你们这里出售的古董书籍很有兴趣。你什么时候？趁你转身出店门的时候，我就和那个地瓜说了。他叫做地鼠。你这里所有这样的鱼竿都打包送到我说的地址去。虽然嘴上说不要，实际上很喜欢吧？才没有呢，一点也没有。可惜今天毫无收获。这些东西不知道转了几手，找不到最初的卖家也是预料之中的事。还损失了一笔钱。愧疚的话，就亲我一口作为补偿啊！你少油嘴滑舌了。难道你这几天还没？接着说呀，干嘛停下来？你这样红着脸，让人更想去欺负了。
在写什么？那本书的目录我都背下来了。怪不得会让乔治亚娜念念不忘呢。这么聪明的加兰大人。如果你这么闲，就去把你的猫抓坏的窗帘补一下。买一个新的不行吗？不，我就要原来的。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童话书目录。我记得第4章的字迹颜色比别的章节新很多。那本书后面多出来的内容与公主的梦是同步的。穿过一片金子做的树林，去和王子跳舞。这本书希望高贵的公主成为自己的主角。这书的眼光还真差。这不是问题所在吧？波尔金家族的血管里除了血液外，还流淌着一些傲慢、偏执和疯狂。乔治亚娜的话有撒谎的可能性，你不能100%把她的话当真。对了，你听说过厄菲阿尔特吗？那个我只在资料中见过，长着8个脸、鸟翼的，可以让人在睡梦中窒息而死的妖怪。那只是传统资料上的内容，实际上是让人在梦淫的快乐中死去。或许这本书也是类似的情况。你怎么总是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事？按照公主的说法，在她身边的仆人都被这本书吞噬了。可是这是她编织梦境的力量来源吧？当务之急，我们得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行。你想跟着她进入书里去？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？可是这也太冒……反正你也会和我一起去的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可是我的……什么？收拾收拾，明天出发吧。哼，迟早要你亲口对我说出来。因为那个鞋子出现的时间是随机的，我们得一直看着你。你们打算和我一起进去，我倒是没什么意见。但是如果你们和那些仆人一样一起消失呢？这就不是你需要操心的范围了。好凶！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他还是个孩子。你没看到他光打雷不下雨吗？公主的生活还真是无聊，你们的贵族每天就干这些事吗？我才不是这种废物。2位，共进晚餐吧。根据之前鞋子出现的频率，很可能就在这几天了。很抱歉，在鞋子出现之前，我们可能要一直待在这里。这也是我乐意的事，我很开心能和加兰先生待在一起呢。有你的保护，我很放心。麻烦让一让。希望你能搞清楚状况，我们来这里是来办事的，可不是让你来揩油的。今天吵多少次了？正是需要保护，才会靠近可靠的人呢。别吵，鞋子出现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除了你压到我了。我扶你起来。对于这本书来说，你可是大步啊，加兰大人。公主呢？大概是到他那个全是王子的第4页去了，我们可能和他不在同一个章节。你怎么不看好他？这种情况下，我当然是要抓住你了。在这里呀，和我来，我亲爱的孩子。孩子是对着黑泽尔说的。我先和他出去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别乱跑。我亲爱的孩子，我知道你喜欢那条漂亮的围裙。如果不按剧情来，一点也不喜欢。我亲爱的孩子，看样子不顺这个故事的剧情演下去，去，他就会一直这么重复说下去。没错。听好了，今天深夜我会拿着斧头把他的头砍下来。你睡觉的时候往里缩，然后把他往外推。好，好，好。能听到他们的谈话。我们现在是在挚爱罗兰的章节里，邪恶的继母女巫和她的亲生女儿为了得到妓女手中的围裙，商量半夜害死妓女的计划。善良的妓女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她把坏女儿推到床边，继母砍下了自己亲生女儿的头颅。现在我是故事中拥有围裙的善良女儿，黑泽尔则是那个和继母商量杀我的坏女儿。这本书是故意的吧？他为了让我们自相残杀。怎么出来了？不是说在这里好好待着吗？我们必须沿着故事的走向，不然故事就会一直重复进行。按现在的剧情，他想让我们自相残杀，我们要找到解决的方法。一个围裙，也许就和那个鞋子一样，是展开故事的关键。难道是要你穿上它吗？一定还有别的线索。如果能遇到被困者，救出他们的话更好。果然，这里有很多前辈。
我要去斯诺斯一趟，大概要1周的时间。其他成员的安排呢？大部分都在任务中。尼尔呢？他还在资料库整理资料。我听说副队收到了公主的邀请。副队他们早上报备后已经过去了。那个任务，他们2个人就去了。副队说可以解决。算了，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。如果他们3天还没有消息，就派更多的人过去支援。是。夜深了，夜深了。邪恶的女巫砍下了自己亲生女儿的脑袋。天空的字又出现了。这里的一切撕开都是纸做的。我们用床单包裹住了人类的骷髅，滴了几滴自己的血，蒙混了过去。这本书也太不严谨了。可这样也算顺应了这本书的意愿，按照他所希望的剧情走下去。我想想后续，女孩从床上爬起来，去找她的爱人罗兰。女孩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罗兰，求助于他。罗兰给爱人出主意，你要把女巫那个魔杖拿过来，不然她会用魔法追我们。我们就先去找罗兰，再寻找破坏剧情的机会。说话归说话，手为什么要一直握着？当然是防止之前一样。那也不用这样十指相扣吧？我一扭头你就消失了。啊，我的人呢？他来到一片沼泽地，他不想弄脏自己的鞋袜。是因为那个妓女的角色不在，把我扔出来了。我要把这本破书撕成碎片。黑泽尔，亲爱的，这个称呼难道是女孩的爱人罗兰？劫后余生，女孩希望得到爱人罗兰的抚慰，她的双唇在女孩娇美的脸庞上抹上嫣红。接下来不是该给我出拿走魔杖的主意吗？怎么和原本的剧情不一样？他们交织在一起。这不是童话故事吗？怎么会有这种情节？来真的！殴打书中的角色会算破坏规则吗？会不会造成某些无法预料的后？我的爱人，这个人的脸是一层层的纸，身体好像不听使唤了。就算是再帅的人和我跳舞也坚持不住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接下来只要闭上眼睡一觉，就能回到现实。怎么还在丛林里？路上遇到了一片沼泽，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新裙子和鞋袜。那个故事是，有个性格恶劣、傲慢的少女，她的母亲辛苦烤了面包，让少女送给她的祖母。路上遇到了一片沼泽，她不想弄脏自己的新裙子和鞋袜，她把面包放在地上，打算踩着面包走过去。可是她刚踩上去，整个人就跟着面包一起陷入沼泽中。女孩坠入黑暗的深渊，饥饿的痛苦侵蚀着她，她的灵魂和身体变得千疮百孔。在痛苦中，她深深懊悔，她祈祷能得到救赎。随后，一束光穿透深渊，射在她身上，她化作一只鸟儿，飞出了深渊。总之，就是不要浪费粮食的故事。不能吃异界食物，否则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。这基本是各个异界不成文的规矩。女孩随着面包沉下去，地下的恶魔用绳索缠绕着她的身体。怎么变情色故事了？偏偏不听你的。你来了，孩子。这么多面包，得来多少次？我才没时间进行这啰里吧嗦的故事呢。出口在。难道你也是外界的人？把我刚做好的面包交给你祖母。又变成刚才的样子了。把我刚做好的面包交给你祖母。他在看壁炉，那里有什么东西？把我刚做好的面包交给你祖母。如果让他知道我见色不救，又要生气了。来吧，动不了了。相信你跟我一样。迫不及待，我会给你。这是反抗书中剧情的后果吗？难忘的夜晚。怎么办？一定会有办法。疼痛好像能找回一点知觉。有用，他好像不动了。我美丽的爱人。再咬，舌头都要掉了。
还在动。你怎么样？这血是怎么回事？大概是太着急了，都是我自己咬的。我发现这样能换回一些身体的知觉。你在对不能动的人做什么呢？吓死我了！哇哦，怎么门外都是人呢？都是替你救出来的。等出去之后，好好想想该怎么感谢我吧。后面那几个，盖了1个月糖果房子的，烤了1年面包的，和那个大脸女巫，他们待得太久，样貌都被树改变了。你干了这么多事啊？谁让你当着我的面变成面包了？又不是我要变的。你现在动不了。可是为什么你能动？谁知道呢？这里的规则对我无效。到下一个故事，这本书对你的控制应该就会失效。这个故事没有角色存在了。这里穿越的出口是在床底下。床底？这个地点还真是随便。等等。啥？该走了。我真是受够了，赶紧跳！你们随意，别再变成面包了。你怎么才来？开个玩笑，公主，尽情的跳舞不好吗？我还以为被你这本破书耍了呢。怎么可能，公主殿下，我们可是有契约在身的。我依靠您带来更多的养分，为此不惜破坏书中的剧情，甚至让危险的人物进入书里。他们总粘在一起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不管怎么样，你最好牢记我们的约定。等等，我能动了，快放我下来。怎么样？我很好。真的好了吗？怎么手指看起来还是软趴趴的，胳膊也是软趴趴，要不还是抱着吧。都说了已经好了。试试你是不是在逞强。疼死了！你们刚才就是从这里来回穿梭的？没错，这些蛛网一样的东西连着各个故事的通道。可是这么多个，我们看到目录只有几个小故事。或许有什么隐藏篇章，人类进去其中才能让他的故事生效。上面是什么东西？不用害怕，看样子他们对我们不感兴趣。我们尽量小声，不引起他们的注意，请跟紧我们。好。连书中的书尸都养这么大了。12个公主，就是这里了。走吧。大战章，其他潦草的故事那么简陋，这个故事明显不同。甚至肉眼已经分辨不出来，这些是不是外来的人。手好痛。忍一忍吧，万一你又背着我变成面包了呢？那是我要变的吗？盖着衣服，有种自欺欺人的感觉。不过，真不可思议。怎么了？你不停地往后看那些人，是不敢相信我救了那些人吗？人也是多面性的嘛。做得很好。国王宣布，如果有人找到公主去了哪里，就可以娶公主，并且继位；但如果没有查清楚，就会被处死。这些人是书中的角色，还是从现实世界来的？你们也会去找公主吗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放着这么快乐的日子不过。什么意思？他这算自愿留在书里。现在我们掌握的信息是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找到公主的人。如果寻找失败了，那一定是死路一条。啊，那我们是不是还不如留在这里？那些人不是也在这里过得很好吗？我们需要对这本书有更多的了解，比如它原本的主人是谁。从前有一位国王，他有12个貌美如花的公主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国王发现公主们的鞋子都磨破了。国王想知道她们去了哪里，国王就发布了全国通告，寻找可以找到公主的人，开出了丰厚的奖励。故事还是那样的故事，但这些表面的和谐平静，一定是通过一定的代价获取的。管他呢，不管怎样，先休息才能应对明天的事。你这个样子，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我需要你的保护啊。
贾兰大人，这么危险的环境，我要抱着你才能睡着。我看是你比较危险。被子也是指，短期内我可不想看到这种东西了。你又不是来度假的，这里也不是真的童话小屋。今天和他们的谈话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好像来这里快要1年的时间了。1年之前，我还在皇家专供的面包工坊做工，我烤的黄油面包又香又软，很受欢迎呢。这种单调的款式在贵族中早就不流行了，吃黄油牛角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。而且那个工坊后来倒闭了。正是这样。你们服务的大部分是哪些贵族？那可太多了，面包几乎所有人都在订，经常是供不应求的。哦，对了，当初我过去的时候，阿卜杜勒、班克罗夫特、马奥尼他们在举办一场聚会。但是据我所知，阿卜杜勒伯爵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吧？没错。另一位女士之前是班克罗夫特子爵的管事，她说她是5个月前来到这本书里，她曾经陪着班克罗夫子爵参加阿卜杜勒伯爵的葬礼。她说她当时看到班克罗夫在翻找东西，她从阿卜杜勒那里拿走了一本书，后来就是5个月前，班克罗夫当着她的面打开了那本书，随着白光出现，他来到了挚爱罗兰的故事中，变成了其中一个角色。第3位说，他来这本书大约有1个月的时间了。他说他原本是一个金匠，1个月前他在为马奥尼伯爵做金像，马奥尼伯爵夸赞他的手艺，要他建造更多的东西，他欣然同意了。结果马奥尼伯爵当着他的面打开了一本书，他就被带入了书中，变成了糖果屋中的角色，直到遇见了我们。这么看来，这本书经历了3任或者以上的主人，而公主是最新一人。而他们在得到这本书之后，他们都莫名其妙的暴毙或者失踪了。也就是说，公主一定处于危险之中。这么听你一说，我倒是觉得留下来算了，还是先躺下来吧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你的身体受得了吗？可能是相恋的原因，心脏的疼痛次数减少了很多，我感觉自己还能再活很多年呢。睡觉。你的胳膊好重，被你这样勒着怎么睡得着？这个姿势晚上一定会做噩梦的。可我想看着你的脸。要求别那么多了，这种危险的环境怎么都不会睡踏实吧？面包。欢迎各位的到来，国王等待各位勇士很久了。还有别的勇者来参加。高墙两边是从来没见过的果子，道路两边是果园吗？现实世界很少见到这样的城堡，不过这里是童话世界，好奇怪的感觉。如果你想吃，还是出去以后让卢克给你准备樱桃吧。我盯着看不是要吃它，你不觉得它很奇怪吗？是腐败的臭味啊！别盯着看了，这些贵重的果子臭屁的骄傲，一般人别想吃到它。这个画像看装扮是这里的国王吗？看着很年轻。这里连公主都是从金史兰德凑数来的，国王也可能是。作为这个故事中地位最高的人，他的身份肯定不简单。尊敬的国王陛下，又来了新的勇者。欢迎各位勇士，希望这次真的有人找出公主的下落。这比刚才的画像还要年轻。这是同一个人吗？嘴角的痣倒是在同一个位置。给你们的期限是1天1夜，否则你们将会被处死。1天1夜，这么苛刻的条件，他根本就没想过要人完成这个任务。从这道门出去，你们就可以开始去找公主了。别着急啊，我们的规则是必须有1个人留下来当人质。如果你们返回时没有说出答案，你们的同伴将和你们一起处死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分开行动。不行，我们两边同时进行，这样才能更快地找到出口。可是，在不认识你之前，我从来都是1个人的。离开你，我又不是不能走路了。那我留下来，我不希望你成为被动的那一方。各位商量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了。重要的事情只说一遍，我会告诉你们公主房间的位置，请听好了。顺着过道，在前面13个岔路口。如果门是红色，就进入第5个门；如果门是黑色，就进入第4个门；如果门是白色，就立刻面对墙站好，不要让那些东西知道你能看到它。
进门之后是花园，在第3个喷泉处，花园里的水是黑色。如果中途遇到的是男人，就要从黑色的窗进入；如果遇到的是女人，就从白色的窗进入。好蠢，好像是坏了脑子的人想出。听起来没什么难度，好像只是比较繁琐罢了。我们走到第几个岔口了？按规则，要从第13个岔口的门进去。喂，后面的小白脸，在和我说话。好像第一次看见你，你是第一次来吗？公主会喜欢你这样的小白脸吗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对这里好像很熟悉。那么多规则，只听一遍怎么记得住？我已经第10次来这里了，我与我的同伴都来第4次了。你不是也带了愚蠢的人质来吗？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，如果失败了，不要。怪不得他们一副轻松的样子。我是第2次来这里。那你就是新人喽。我们这里的传统就是新人就要多做事。别说新人不新人了，前面就是第3个岔路口了。啊，是白色，快面对墙站好。怎么第一次就遇到这种事？我害怕。别再说话了。你看到了吗？先生，你能不能不要走来走去？我都要被你晃晕了。你也不用这么害怕吧？我是在观察这里。我的朋友和我保证说，已经打听好了，他会成功的，你就放心吧。这些规则明显是把你们这些人质当傻瓜了。什么你们？你不也是吗，先生？我和你们可不一样。门在我们进入之后就消失了，变成了一面墙。顶上是什么东西？隔壁是空的。你破坏的地方不会要我们一起赔吧？还担心赔钱呢？还是和刚才一样的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有这个窗户，这显然不是外面的世界。你见过我的爸爸吗？爸爸说好的要给我讲新的故事听呢。要爸爸讲故事，讲什么？你是我的爸爸吗？这个蠢货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明明看得到。这里没有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是谁？阿卜杜勒，真奇怪，那他去哪儿了？这个名字是书的某一任主人。终于走了。不是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吗？那些怪物又没对你做什么。他胆子很小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胆子这么小的人，就别带他来这里。我们到喷泉了，这次很顺利。现在该有人去找那把宝剑了。哎，新人，你来吧。那里的水是黑水，记得左手拿剑。抱歉，我需要照顾同伴，拜托你了。因为曾经来过，所以预知到这里的危险了吗？随便，黑子儿还等着我救他呢。摸到了。我记得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那个人被拖下水了。但愿这次是个幸运的家伙。也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。如果再出现一个像那个罗兰一样的罗斯罗卜什么的，不，如果遇到更糟糕的情况，发生了什么？谁的灵魂被关在这种地方？别说了，我根本就听不到你说话。这种时候，如果加兰在，他可以直接和这些虚弱的灵魂沟通。不，他还是不在比较好。每一次沟通只会让他的身体更差。当然也有完全无感之人。这里有蚂蚁路过吗？我可以用手指。到底是和什么样的笨蛋在一起？我是阿卜杜勒，我在寻找我的女儿。你是阿卜杜勒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这本书的前主人吧？我多年前还看到过你的讣告。没错，先生。某次生日庆典过后，我收到了一份礼物，一本古董书，是谁送的？我发现了这个神秘的书中世界。我偶尔也会把女儿带到这里，她很喜欢体验书中神奇的经历。之后，我还带上了我的那些朋友们。这本书尊称我为主人，我可以来去自如。我享受到了更高的权力与地位带来的快乐。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做任何想做的事，就算是犯罪都可以被原谅，反正都是虚假的体验。直到某天，我和班克罗夫、马尼奥在聚会，我们打开了那本书，周围的仆人还有送面包的女人，我们一起进入这本书里。哼，或许就是我们遇到的那个烤面包的女人。我发现有些人变成了只会说固定话语的书中角色，
而有些人死去，他们的尸体变成了那片奇怪的果园。我意识到这本书是如此的恐怖，我不能留下这么邪恶的东西，迟早会出事的。是时候结束这恐怖的一切了。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书烧掉！你没看到被我们带进去的人变成什么样了吗？那又怎样？低等人而已。你怎么能把这种有趣的玩具毁掉？哼，是你逼我们的。哼，既然做了，就得做得干净点儿。你看到了吧？救命！救命！马尼奥为了彻底享受这一切，又杀死了班克罗夫。他开始通过吃那些果实改变自己的容貌，甚至变得越来越年轻。说了这么多，我现在只希望你能毁掉这本书，让我和我的女儿的灵魂得到安息。要毁掉那本书，可是至今我也不知道破坏这本书的方法。要破坏一本书啊，那如果从书的内部开始破坏呢？哎，你刚才拿剑拿那么久，是看到什么了吗？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为什么会变成鱼诱惑我？难道是因为我太想钓鱼了？一定是这样，我才不会被黑泽尔的脸迷惑呢。我怎么已经身处水中了？这歌声，我又是谁？我当然知道，你就是池底的那把剑。再顶着他的脸了。刚才好像是只有我能看到的幻象，在外人看来，就只是对着水池发呆。意志力不坚定的人会被拖下水，然后变成这本书的养料。接下来就要把这把剑放到盔甲的手中，然后从第二件盔甲的脚下拿出钥匙。快跑！这么惊人的盔甲都开始追着我们，没必要在这里纠缠。我们要找的黑白窗户在哪儿？在那里。等等，我们该选哪个窗户？遇到了男人选黑色。我在喷泉里看到的假的黑泽尔，应该也算男人吧？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了。去黑色的窗户。快上去啊！发什么呆？如果他骗了我们呢？如果进错了窗户，我岂不是牺牲品？那我先来。如果你上去了不肯拉我，那你就在第二个上去。抓住我的胳膊。如果现在把他们推下去，那找到公主房间的岂不是只有我一个？你最好别乱动。他是背后长眼睛了吗？53、54、55，我猜我们已经到了公主的房间了。没人，还以为公主会在这个房间里。无所谓，反正我们只是来寻找公主晚上去了哪里。先在这四周找找有什么线索。床底这里有个通道，下面是金色的树林，和故事里写的一模一样。国王的问题是，公主夜晚去了哪里？真正的答案应该是现实世界的公主寝殿，但我是要找到公主本人，看看衣柜里有什么吧。这是公主的那双鞋子。公主，你穿了哥哥的衣服啊？这是哪里？一个隐秘的房间。我所喜欢的东西都会像粘在蛛网的可怜小虫子一样，粘在这里任我摆布。你已经是公主，何必要和这本书做交易呢？消遣而已。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，真有趣。非要一个理由的话，我想给哥哥找点麻烦。你以为黑泽尔波尔金就是什么好人吗？恶魔与人类的混血，邪恶的化身，不是黑羽一直要除掉的存在吗？这些我早就知道。那你知道他母亲的事吗？在贵族之间都流传着，之所以被处以火刑，是因为他以无数少女的鲜血入狱，磨牙审讯，后来又因为失控，他的力量无法控制，让周围的人都死无全尸。他为皇室带来的只有灾祸。也许他的儿子也有这么一天呢。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。你已经和他上床了吧？上次舞会的时候，他都急成什么样了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对你漂亮的脸念念不忘了。可惜没人在乎一个小女孩的想法。后来又远远地瞥见过你几次，每一次我都在心里发誓要得到你。舞会时更加确定了这个想法，可惜被某人先得手了。
波尔金家族流淌着无情的血液，他们好像说过差不多的话。交流，我也会变得多情呢。波尔金家族的教育都是怎么回事？失礼了，公主，现在不是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该出去了。以后不要接触这种危险的东西。所有人都在教我该如何做一个温顺的公主，从来没有人真正的关心过我。现在的情况比你想的还要严重。要是想安全的离开，就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关于这本书的所有信息。如果太大声，可能会引来他。你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凑近了看，你更好看了。这黏黏糊糊的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本书是个骗子，他告诉我这里可以困住所有人的。你是怎么来的？喂，你们，你的脸怎么了？都是因为你。我？哥哥来了你就不抱我了吗？脸上还有我留下的唇印呢。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出去再说。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是疏尸。疏尸？我们之前遇到的虫子？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有液体掉到了做面包的人的脸上，夜里虫子从女人脸上爬了出来。出发之前他和我说了这件事，我就把他们带上来。那些虫子一路吃到了现在，已经长得很胖了，天空的部分都要被虫子吃空了，这本书可能快要散架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。好吧，当初卖书的人好像和我说过，故事结束才是真的结束这种话，其余的我也不清楚了。我记得目录最后一个章节是睡美人，我们可能需要赶到那一章去。王子俯下身，吻了沉睡的公主。我还是觉得不对劲。这个世界都快完蛋了，你不会还是在耍人吧？你不愿意可以换我来啊。之前按照剧情来做的人，被迫留在了这本书里，变成了傀儡。这话倒是没错了。如果能改变天空的那些字，是不是需要特殊的工具？那个幽灵老头把他仅有的笔给我了。你还遇到了别人？你手上有东西吗？王子俯下身，吻了沉睡的公主。他的吻渐渐地激烈起来，他伸手……这破书的剧情怎么又……要说能够到天空的方法，笔拿给我试试。这里要反着写字吧？我知道，故事真正的结束了，有效果。又一个收集欲念的容器被毁掉了，是时候做一些更有趣的事了。这本书被啃的只剩下这些残片了，多亏了你在书房里找到了它。那我们也许该叫你专家了。嘿嘿，是队长去斯诺斯之前让我们过去接应的。多少人获救？20多个。有些人吃了那里的尸体做成的果实，无法离开那个地方，还牵扯出了一桩旧案，但是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。这个之后再详细说吧。这本收集人类欲念的书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先别说这个了，你现在的脸色看起来很差，是不是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再讨论这些比较好？